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欧盟提议提高关税以保护钢铁行业。据荷兰新鹿特丹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钢铁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同时将进口配额削减近一半。此举旨在应对美国市场日益孤立以及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冲击。欧盟还计划将公共合同授予与购买欧洲产品规则挂钩，未来地铁、火车和铁路线路将采用欧洲绿色钢材建造。欧盟工业战略专员塞茹尔内表示，欧洲别无选择，只能找新的平衡。这一决策标志着欧盟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重大转变，与其长期倡导的开放市场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会对全球钢铁贸易格局产生什么深远影响？贸易专家指出，欧盟此举将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国家效仿实施高关税政策，最终损害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欧盟国家准备限制俄罗斯外交官的旅行。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报道，欧盟对外行动署提议对俄罗斯外交官在欧盟境内的调动情况实行强制通报制度，这将允许欧盟国家自行决定禁止俄罗斯外交官入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透露，欧盟提议再次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以在俄罗斯外交官人数众多而欧洲使节留在莫斯科人数较少的情况下达成对等。此措施作为欧盟对俄第19轮一揽子制裁措施的补充。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实施了多轮制裁，此次限制外交官旅行更是将外交对抗推向新高度。这种外交对等措施会对俄欧关系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损害？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大规模驱逐外交官将严重削弱双方对话渠道，使得危机时刻的外交斡旋几乎不可能，可能导致俄欧关系陷入数十年的冰冻期。瑞典政府提议扩建沿海核电站。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瑞典2025年政府预算案建议为推进核电发展实施3项举措，为核能试点和示范项目拨款1亿瑞典克朗，简化核电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并为核电发展配套支持工作拨款3000万瑞典克朗。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在2026年下一次立法选举前启动核电机组建设。2023年上台的新政府已发布核电发展路线图，并任命核电协调员推动项目落地，这标志着瑞典能源政策的重大逆转。此前，瑞典曾计划逐步淘汰核电，转向可再生能源。瑞典这一能源政策大转弯会对欧洲绿色转型目标产生什么冲击？能源分析师表示，瑞典重启核电建设可能引发欧洲各国重新评估能源战略。在可再生能源供应不稳定的现实下，核电作为稳定集合电源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这或将改变欧洲绿色转型路径。谷歌为发现人工智能漏洞提供高达3万美元的奖励。据德国 Heise 在线报道，谷歌在2024年漏洞悬赏计划中向超过660名安全研究人员支付了1200万美元赏金，其中人工智能相关漏洞奖励最高可达3万美元。该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来，累计支付奖金已超过6500万美元。谷歌特别强调对 AI 系统安全漏洞的重视，鼓励白帽黑客积极参与测试其 AI 产品的安全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快速渗透， AI 系统的安全漏洞可能造成比传统软件更严重的后果，从隐私泄露到算法偏见，都可能影响数百万用户。这一奖励计划标志着科技巨头开始将 AI 安全提升至与传统网络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谷歌这种用重金悬赏 AI 漏洞的做法，能否真正建立起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众包安全测试是发现 AI 系统深层漏洞的有效途径，但仅靠赏金计划还不够，必须建立更完善的 AI 安全标准和监管框架，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 AI 安全威胁。OpenAI 的 Sora 2和 Meta 的 Vibes 推动了 AI 视频生成，引发担忧。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 OpenAI 在9月底推出 Sora 2应用，允许用户创建包含自己和他人形象的 AI 视频。
该应用迅速登顶苹果应用商店榜首。Meta 几乎同时发布 Vibes 功能，用户可创建并观看 AI 生成的视频内容。两款应用均采用类似 TikTok 的短视频模式，但所有内容皆由 AI 生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法里德警告，任何人都能创建任何人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的视频，这引发了关于 AI 垃圾内容泛滥和深度伪造视频的严重担忧。美国电影协会主席里弗金指责 Sora 2上大量出现侵犯版权的内容，要求 OpenAI 立即采取行动。这标志着 AI 内容创作从文字图像进入视频时代，但随之而来的真假难辨问题正在撕裂互联网信任基础。AI 视频泛滥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什么不可逆的破坏？媒体伦理学者指出，当任何人都能轻松制作逼真视频时，公众将无法分辨真实与虚构，这可能导致信息环境彻底崩塌。从选举干预到司法证据，各个领域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6. 国际刑事法院判处苏丹军阀犯有达尔富尔罪行。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前军阀作出有罪判决，认定其在达尔富尔地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达尔富尔冲突做出的重要裁决之一。达尔富尔冲突自2003年爆发以来，已造成约30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21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此次判决距离冲突爆发已过去20多年，彰显了国际司法对战争罪行追责的决心，但也暴露出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缓慢与无力。苏丹局势至今仍然动荡不安，新的冲突和暴力仍在继续。这一迟来的正义对受害者而言既是安慰，也是提醒。10到20年的正义判决，对仍在经历苦难的达尔富尔民众意味着什么？国际法专家表示，虽然判决具有象征意义，但无法改变达尔富尔持续的人道危机。国际社会必须从司法追责转向实际干预，才能真正终结暴行并帮助受害者重建生活。7. 阿勒颇冲突后，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武装同意全面停火。据比利时自由报报道，叙利亚国防部长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与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指挥官马兹鲁姆·阿卜迪10月7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在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全线实现全面停火。此前一天，双方在阿勒颇市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阿勒颇省省长紧急呼吁居民待在家中，强调叙利亚军队无意进行任何军事升级。这场冲突给3月双方签署的历史性整合协议蒙上阴影。该协议原本旨在将库尔德武装整合到国家机构中。自去年12月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进入脆弱的过渡期，各方势力博弈不断。此次停火协议能否真正落实，令人怀疑。这份停火协议能否终结叙利亚长达14年的内战乱局？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停火协议只是暂时缓和局势，叙利亚仍面临多重势力割据、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威胁。要实现真正和平，需要各方进行深层次政治和解，这在当前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仍然遥不可及。8. 欧盟讨论打击网上儿童性虐待内容的法律。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欧盟理事会计划于10月14日就打击网上儿童性虐待内容的新立法进行辩论和投票。欧洲议会民事自由委员会已于5月批准该立法修正案，旨在提升欧盟各国有效打击儿童性虐待的能力。该法案是欧盟2020到2025年儿童性虐待应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建立强有力的综合应对框架，覆盖线上和线下形式。随着互联网和加密技术的发展，儿童性虐待内容在暗网大量传播，传统监管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此次立法修订标志着欧盟将儿童保护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如何在保护儿童与维护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巨大挑战。这部法律能否真正铲除网络空间中猖獗的儿童性虐待犯罪？网络安全与儿童保护专家认为，立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跨国执法合作和技术手段的突破，同时必须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和社会支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
9. MrBeast 担心 AI 视频生成会威胁 YouTube 创作者。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YouTube 头号网红 MrBeast 的本名吉米·唐纳森在 OpenAI 推出 Sora 2后公开表达担忧，称 AI 视频生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内容创作者来说是可怕的时代。这位拥有 6.34 亿粉丝、年收入8500万美元，并位居福布斯2025年创作者榜首的超级网红认为， AI 生成的视频已经和普通内容一样好，可能威胁到数百万 YouTube 创作者的生计。目前 YouTube 平台上有超过6800万个活跃频道，创作者们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制作内容，而 AI 只需几秒钟就能生成同等质量的视频。MrBeast 的警告在创作者圈层引发巨大反响，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 AI 时代的生存空间。当 AI 能瞬间生成媲美人类的视频时，内容创作者的价值还剩下什么？数字媒体分析师表示 ，AI 冲击将迫使创作者重新定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真实性、情感连接和独特人格魅力将成为人类创作者无法被替代的优势。但那些依赖制作技巧而非个人魅力的创作者将面临生存危机。10. 最高法院倾向于扩大总统权力。据美国对话网站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25到2026新审期中将审理多起涉及总统权限的关键案件，包括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和美联储理事的争议。法院将重新检视1935年汉弗莱案判例，该案此前限制了总统对独立机构成员的免职权。最高法院今年9月已准许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并将于明年1月审理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案件。此外，法院6月还在特朗普诉移民权利组织案中裁定全国性禁制令超出司法救济范围，大幅限制了联邦法官阻止总统行政令的权利。这一系列判决标志着最高法院正在系统性的扩大总统行政权，削弱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制衡能力，颠覆美国长期奉行的三权分立原则。这种权力平衡的打破会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什么结构性破坏？宪法学者警告，当总统可以随意解雇独立机构负责人，法院无法有效制约行政令时，行政权将膨胀到失控程度，美国可能滑向威权体制。这将是自建国以来对民主最严重的威胁。11. 俄罗斯警告美国对乌克兰导弹部署决定将导致局势升级。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俄罗斯军方正在评估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9月29日警告称，此举可能意味着美国士兵直接卷入战争，引发局势严重升级。佩斯科夫质疑，只有乌克兰人能发射吗？还是必须由美国士兵来操作？目标由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正在考虑通过北约欧洲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可覆盖莫斯科的远程武器。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表示，将加速帧数高超声速导弹量产，以对抗美国计划2026年在欧洲部署的暗鹰导弹。这场针锋相对的军备竞赛将欧洲推向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边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会将俄乌冲突推向什么不可控的方向？军事专家认为，一旦莫斯科遭受打击，俄罗斯可能启动核威慑程序或对北约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届时局部冲突将迅速演变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全面对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将大幅上升。12. 普京开始为与北约开战做准备。据德国西部报报道，普京10月2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强调，俄罗斯这些年并非仅与乌克兰武装部队作战，而是在与几乎所有北约国家作战，并且还在整个战线上推进。他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罗斯为纸老虎的言论，嘲讽道，如果这样的俄罗斯都是纸老虎，那北约又算什么？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企图将俄罗斯逐出国际体系，但俄罗斯永远不会展现软弱与犹豫。与此同时，北约前线国家正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挪威、芬兰等国担心俄罗斯可能在边境地区进行小规模试探性攻击。俄罗斯计划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独立军区，
这被视为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明确信号。这场日益升级的对抗正在将欧洲拖入新冷战的深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军事对峙会在什么时候突破临界点，引发实战？国际安全分析师指出，随着双方在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持续军事集结，任何一次误判或擦枪走火都可能引爆全面冲突，而一旦开战，核武器的使用将不再是理论可能，人类文明将面临毁灭性灾难。13. 尼拉帕尼联合疗法可减缓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生长。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伦敦大学学院癌症研究所领衔的 Amplitude 3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将 PARP 抑制剂尼拉帕尼与标准疗法阿比特龙联合使用，可使携带同源重组修复基因突变的转移性去势敏感前列腺癌患者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 37%， 其中 BRCA1-2 突变患者风险降幅更达 48%。该研究首席研究员阿塔德教授表示，通过联合尼拉帕尼，我们可以延缓癌症复发，并有望显著延长患者预期寿命。这一突破性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标志着精准医疗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尼拉帕尼此前已于2023年获 FDA 批准用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此次研究将治疗窗口前移至疾病更早期阶段，为患者争取到更多生存时间。这种联合疗法会对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产生什么革命性改变？肿瘤学专家认为，精准基因检测结合靶向联合治疗将成为前列腺癌治疗的新标准，有望将晚期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目前的3到5年延长至7到10年，彻底改写这一男性高发癌症的治疗格局。14. 美国政府向温哥华 Trilogy Metals 公司投资3560万美元，获得 10% 的股份。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政府10月6日宣布向总部位于温哥华的矿产勘探公司 Trilogy Metals 投资3560万美元，换取该公司 10% 股份，同时获得额外购买 7.5% 股权的权利。这是特朗普政府继入股美洲锂业和稀土公司 MP Materials 后，再度通过直接持股方式介入商业领域，以推动国家安全关键矿产项目。Trilogy Metals 在阿拉斯加偏远地区拥有铜、锌、铅等关键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消息公布后，该公司股价盘后暴涨超 215%， 市值飙升。这一罕见的政府直接入股私营矿企行为，标志着美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战略上采取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不直接参与商业投资的传统。美国政府频繁入股私营矿企会对全球矿产市场格局产生什么深远影响？资源战略专家指出，美国此举将引发全球关键矿产争夺战升级，更多国家可能效仿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控制战略资源，这将重塑全球矿产供应链，并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15. 投资者寻求避险，黄金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据美国奥兰多哨兵报报道，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投资者纷纷涌入黄金避险，推动黄金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历史性关口。这一里程碑式突破反映出市场对俄乌冲突升级、中东局势动荡以及全球通胀压力的深度担忧。黄金价格在过去1年内累计涨幅超过 60%， 创下1980年代以来最大年度涨幅。大量资金从股市和债券市场撤出流入黄金，各国央行也在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以应对美元信用风险。分析师警告，黄金价格的急剧攀升往往预示着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或战争风险即将到来，这一信号不容忽视。黄金价格暴涨至历史新高，向世界传递了什么危险信号？金融市场分析师警告，黄金价格突破4000美元意味着全球投资者对现有金融体系和地缘政治稳定性丧失信心。这种集体恐慌情绪一旦形成共振，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全面崩盘。16. 世贸组织预测特朗普的关税将在2026年减缓全球商品贸易。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贸易组织4月16日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
将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预测从年初的正增长大幅下调至萎缩2%，这与年初预期形成戏剧性逆转。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关税激增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前景已急剧恶化。WTO 预测2026年商品贸易量将反弹增长5%，但这一复苏仍然疲弱。报告特别警告，北美地区出口今年将暴跌6%，降幅尤为惊人。如果美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等关税，今年全球贸易萎缩将额外加深0.6个百分点。这标志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在系统性的撕裂全球供应链，将世界经济拖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贸易收缩。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的全球贸易萎缩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什么连锁破坏？国际贸易专家警告，全球贸易萎缩将触发制造业衰退、失业率攀升和通胀加剧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重创，而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经济最终也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17，丹麦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据挪威 TV2 电视台报道，丹麦政府正在推进一系列措施，严格管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行为，禁止企业在社交媒体向青少年推出特定产品及服务广告。新法令将向企业提高违法的最低罚款额度至20万丹麦克朗，由消费者委员会严加抽样管制。丹麦贸易和工业部长科勒卢普指出，许多父母承认孩子在社交媒体上面临风险，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捍卫青少年和儿童的网络安全。继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后，多个欧盟国家，包括荷兰、希腊等也相继跟进。这场席卷欧洲的社交媒体禁令潮，标志着各国政府开始正面对抗社交媒体巨头，将儿童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严格禁令能否真正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的伤害？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指出，禁令只是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和家庭监护，同时迫使科技公司从设计层面改善产品，否则孩子们只会转向更隐蔽的平台，面临更大风险。18，基因组复杂性推动疾病发展并实现医疗个性化。据美国对话网站报道，基因组学和多组学研究正在开启精准医学新时代，通过整合个体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多维度生物学数据，为疾病的机制研究、诊断和治疗提供全新视角。美国英美纳公司与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合作的基因组发现联盟项目已完成25万个全基因组测序，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加速药物靶点发现和治疗研究。精准医学通过深入剖析个体基因组复杂性、所处环境和生活习惯的相互作用，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最佳治疗方案，实现治疗效果最大化和副作用最小化。这一创新医疗模式正逐渐改变传统的医疗格局，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疾病和维护健康，将医学从千人一方推向一人一方。基因组学驱动的精准医学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生物医学专家认为，随着测序成本持续下降和 AI 分析能力提升，精准医学将在未来10年内成为医疗标准。癌症、罕见病等复杂疾病的治愈率将显著提高，人类平均寿命有望延长10到15年。19，美国众议院报告发现半导体出口管制漏洞，使中国得以购买380亿美元的设备。据日本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8月发布题为《美国出口管制与中国先进半导体的重磅报告》，揭露过去7年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存在严重漏洞，使中国企业得以绕过限制购买大量先进芯片制造设备。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不断升级出口管制措施，但执行过程中的监管缺失和第三国转口问题导致限制效果大打折扣。今年1月，美国更新了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和针对先进计算集成电路的尽职调查措施，试图堵住漏洞。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9月13日宣布对美国芯片发起反倾销和反歧视调查，予以反击。这场围绕半导体的中美博弈已演变为全面科技战，双方在技术封锁与反封锁中不断升级对抗。
美国芯片管制漏洞会对其半导体霸权战略造成什么致命打击？科技战略专家认为，管制漏洞暴露了单边制裁的根本缺陷。中国已建立起庞大的灰色供应链网络，美国越是收紧管制，中国自主研发的动力就越强，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加速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突破。20汽车金融丑闻，贷款机构可能支付82亿英镑赔偿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金融申诉专员服务机构数据显示，2024年第4季度金融服务投诉量同比暴增42%，从约 4.8 万起激增至超684万起，其中汽车金融投诉占据最大比重。英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多起涉及车贷不当销售的重大案件，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作出裁决。业内估算，如果法院判决不利于贷款机构，整个行业可能面临高达300亿英镑的天价赔偿，其中仅部分机构就需支付82亿英镑。临时首席申诉专员詹姆斯·迪普尔·约翰斯通表示，法律诉讼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对案件的最终裁决能力。这场丑闻源于贷款经销商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隐藏佣金，数百万消费者可能因此多支付了数千英镑。这是继2019年支付保护保险丑闻后，英国金融业面临的又一场信任危机。这场车贷丑闻会对英国金融体系的公信力造成什么持久伤害？金融监管专家警告，300亿英镑的潜在赔偿将严重冲击汽车金融行业，可能导致多家贷款机构破产。更重要的是，这将进一步加剧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重创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21中国与俄罗斯升级对欧洲的混合战争。欧洲国家观察到无人机活动增加，标志着与俄罗斯冲突的转变。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9月9日深夜，至少19架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波兰空军紧急升空拦截，击落约8架。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全面戒备，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无人机越境事件之一，标志着战争风险正在向西外溢。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俄乌双方年产无人机数量达到数百万架规模，部分无人机误入北约领空的频率大幅上升。欧洲多国情报机构还发现，中俄在欧洲展开了包括网络攻击、能源管道破坏、虚假信息传播在内的混合战争行动。波兰、芬兰等北约前线国家已将防空系统调至最高戒备状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混合战争正在悄然改写欧洲安全格局，将整个欧洲大陆拖入冷战式的长期对抗。俄罗斯无人机频繁侵入北约领空，会将冲突推向什么危险临界点？军事安全专家警告，每一次无人机越境都可能引发误判和擦枪走火。一旦北约援引集体防御条款第5条，局部冲突将瞬间升级为俄罗斯与整个北约的全面战争，核战争的幽灵将再次笼罩欧洲。22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量子计算研究。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7日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克拉克、耶鲁大学的米歇尔·德沃雷特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约翰·马蒂尼斯，以表彰他们发现电路中的宏观量子力学现象。3位科学家通过超导量子比特实现了宏观尺度上的量子叠加和纠缠，为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的研究突破了量子力学只能在微观粒子层面观察的限制，证明宏观电路也能展现量子行为。这一发现开启了量子信息技术的新时代。从量子计算到量子通信，这些技术有望在未来彻底改变计算能力、密码学和材料科学。这项突破会在多大程度上加速量子计算机的商业化进程？量子物理学家认为，3位获奖者的工作为实用量子计算机扫清了关键理论障碍。未来5到10年内，量子计算机有望在药物研发、气候模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重大应用突破，彻底改变人类社会。23特朗普为关税辩护，称与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不平衡。据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后，持续为其政策辩护，称美国对中国和欧盟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关税是纠正不公平贸易的必要手段。
新政策对中国征收总计54%的关税，对欧盟征收20%关税，对越南、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也大幅加税。特朗普强调美国不能再被占便宜，并指责这些国家长期利用不对等的关税结构损害美国利益。然而，世贸组织4月16日报告显示，关税激增已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预计萎缩2%，北美出口将暴跌12.6%。中国和欧盟均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全球贸易战硝烟弥漫。经济学家警告，这将引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特朗普的对等关税逻辑能否真正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国际经贸专家指出，贸易逆差源于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而非他国不公平贸易。关税只会推高物价，打击消费，损害美国企业竞争力，最终让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错误政策买单。24. 美国授权对贩毒集团使用致命武力，可能影响委内瑞拉。据秘鲁商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底签署行政令，授权军方对贩毒集团使用致命武力，并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海域部署3艘军舰及约4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9月2日，美军对一艘从委内瑞拉出发运送毒品的船只发动打击，击毙11人。9月15日，美军再次打击涉嫌运毒船只，击毙3人。特朗普还将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悬赏金提高至5000万美元，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委内瑞拉境内贩毒集团发动军事打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强烈谴责美国的全面侵略，指责这是窃取油气的谎言。国际法学者质疑美国在国际水域使用致命武力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这一军事化惩罚模式反映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的单边主义干预传统。美国这种以打击毒品为名的军事行动会将委内瑞拉局势推向什么方向？拉美问题专家警告，美国军事威慑可能演变为全面入侵，一旦爆发武装冲突，将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潮，整个南美地区的反美情绪将急剧上升，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将遭受毁灭性打击。25.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详细介绍了与 OpenAI 的新直接合作伙伴关系。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英伟达9月22日宣布与 OpenAI 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向 OpenAI 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共同建设总容量至少10吉瓦的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0吉瓦相当于400万至500万块 GPU，约等于英伟达今年的出货总量，耗电量相当于800万户美国家庭用电。首批吉瓦级系统将于2026年下半年部署，采用英伟达最新的 Vera Rubin 平台。黄仁勋强调，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但也向其他客户保证，此次投资不会影响对他们的芯片供应。这一合作标志着 AI 竞争已演变为资本密集型军备竞赛。英伟达通过深度绑定 OpenAI 巩固其 GPU 霸主地位，同时也引发业界对市场垄断的担忧。1000亿美元投资会将 AI 产业推向什么样的竞争格局？科技产业分析师认为，英伟达与 OpenAI 的深度捆绑将形成难以打破的技术与资本壁垒，中小 AI 公司将面临生存危机，全球 AI 产业可能走向寡头垄断，创新活力将被严重抑制。26. DNA 测试为英国女性提供个性化乳腺癌治疗。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正在推广基于基因检测的个性化乳腺癌治疗方案，通过分析患者肿瘤的基因突变特征，为不同风险等级的患者制定精准治疗策略。基于70基因检测的新辅助治疗策略已显著提高了激素受体阳性、HER2 阴性乳腺癌患者的保乳手术率。与此同时，英国2月启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乳腺癌 AI 筛查试验，招募近70万名50至53岁女性参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早发现病例。循环肿瘤 DNA 检测技术的突破，使医生能够在术后通过血液检测监测微小残留病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预防复发。这些创新技术的结合，标志着乳腺癌治疗正从千人一方的标准化模式转向一人一方的精准医疗时代。
精准基因检测会对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产生什么革命性提升？肿瘤精准医学专家表示，基因检测结合靶向治疗，可将早期乳腺癌5年生存率从目前的85%提升至95%以上，并大幅降低过度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未来乳腺癌有望成为可治愈的慢性病。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